铜锣烧。妈妈，我要吃荞麦面，还挺好吃的。好吃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无麸质的铜锣烧。那配料表我打在屏幕上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红豆馅。关于红豆馅的做法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发的这部影片。好啦，快去看看这个健康又美味的铜锣烧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把鸡蛋倒入碗中，加入牛奶，再加入软化的椰子油，加入蜂蜜，然后把它搅打均匀。搅打均匀之后，我们把所有的粉料过筛一下。先加入荞麦粉，这个是小苏打、奶粉、细砂糖，然后把所有的粉料过筛到碗中。这样的话会让后面的搅拌变得更加容易。由于荞麦粉比较吸水，如果你觉得你的面糊有一点干，也可以再加一点牛奶进来。同样，如果面糊觉得有点稀，就可以再加一些面粉进来。面糊的状态是这个铜锣烧成败的关键。这个是面糊已经搅打好的一种状态，面糊从高处滴落下来，纹路要过几秒才消失。如果纹路很快就消失了，说明面糊就打稀了。反正就是稀了加面，干了加水就对了。然后我们盖上盖子，静置半小时。把锅的表面擦一些油。我用到的是6元盘，你也可以用到你家的平底锅。锅表面的油一定不要太多，用带油的纸巾擦过一遍就可以了。面糊一定要从高处滴落，靠重力自然摊开，形成一个直径为9厘米左右的圆饼。如果面糊太稀了，圆饼就会摊开的太大，所以前面面糊的制作是关键。接下来，小饼的表面会出现蜂巢一样的小洞。当小洞布满整个饼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翻过来看一看上色的程度。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，很像铜锣，对不对？这也就是铜锣烧名字的由来。小饼翻过来再煎20秒钟左右，有一些微微上色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煎的时间太久，不然小饼容易发硬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6元盘，用平底锅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就是这样从高处慢慢的滴落下去，自然的形成一个这样的圆饼，然后我们就观察它表面的气泡，直到气泡出现了很多的孔洞，我们就可以翻过来看一看它的上色程度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小饼煎的时候一定要全程小火，并且翻过来煎的时间不要过长，不然饼很容易开裂。你看反面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好的状态。我们把所有的小饼做好之后放到锅里，盖上盖子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分红豆馅，每一个红豆馅搓成圆球备用。我这个配方可以大约做10个铜锣烧。接下来就是制作铜锣烧的最后一步了。我们把红豆馅放在小饼上面，再盖上一个小饼，然后我们把红豆馅两边给它压薄，中间要留着一个大肚子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一个铜锣的形状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如果你还是觉得铜锣烧的造型不是很满意，就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固定一下，就像这样。为了让你的小甜点更加受小朋友的欢迎，你可以买这样的小铜件，在上面印上可爱的图案。好啦，这款既健康又美味的无麸质铜锣烧就做好了。关于为什么我要减少家人对于麸质的摄入，我会单独出一期影片给大家讲一下麸质对于身体的影响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面粉来替代本期使用的荞麦粉。没有吃完的铜锣烧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放到冰箱里面冷冻。因为自己做的红豆馅没有添加剂，所以很容易坏，记得是冷冻哦。哇，好了，我这个是铜锣烧。妈妈，我要吃，还可以。我要吃一个。那我想吃那个 cake。荞麦面，还挺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这一尝尝，大酱是哪来的？豆沙馅妈妈做的。我怎么有股酱汤味儿？酱汤味儿。不健康，健康。
健康味儿是吧？好啦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是爱分享的谭小贤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